人活多久，看手背就能知道。寿命长的人，手背多有着4种表现。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老李，你看我这手臂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赵大伟在公园的晨练区一边活动着手腕，一边向老李诉说着自己的困惑。退休前，他是名建筑工程师，常年累月在工地上忙碌，风吹日晒使得手背上早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可最近他发现手背的皮肤越来越紧绷，甚至有些发痒，这让他不禁担忧起自己的身体状况。老李凑近看了看，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大伟，你别小看这手背，它可是咱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你还是去找刘大夫瞧瞧，他在这方面可是专家。赵大伟点点头，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这手背的变化难道真的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事情吗？赵大伟找到刘大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刘大夫观察赵大伟的手背后，发现赵大伟的血液循环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刘大夫还告诉赵大伟，人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都不能小看，都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就像这手背也可以是咱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手背这看似不起眼的部位，真的能透露出我们健康的秘密吗？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井号1，寿命长的人，手背往往会有4种表现。1. 星号，手背皮肤光滑。星号，健康的皮肤是身体整体状态良好的外在体现。手背皮肤光滑，没有明显的皱纹、斑点和粗糙感，通常意味着身体的新陈代谢较为正常，营养供应充足。良好的新陈代谢有助于及时排出体内毒素，减少对身体器官的损害。同时，营养的充分供应保证了皮肤细胞的活力，使其能够保持紧致和弹性。这不仅反映了外在的美观，更暗示着身体内部各个系统的协调运作。例如，当身体的消化系统能够有效地吸收营养，循环系统能够将这些营养物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手背的皮肤就会呈现出光滑的状态。研究显示，良好的血液循环对健康至关重要，特别是对手部等末梢部位的皮肤健康影响深远。一项刊登在微循环研究期刊上的研究指出，血液循环良好的人，其皮肤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氧气供应，从而保持光滑和弹性。这些人通常心血管系统健康，较少罹患慢性病，寿命相对较长。关于手背皮肤光滑的特征，皮肤科学研究表明，随着年龄增长，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会逐渐流失，导致皮肤变得粗糙且出现皱纹。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NIH 的一项研究指出，良好的新陈代谢水平可以延缓皮肤老化，帮助皮肤保持年轻状态。这也解释了手背皮肤光滑的人通常代谢功能较好，并有较高的抗衰老能力。2. 星号，手背血管清晰但不突出。星号，手背的血管清晰可见但不过于突出，表明血液循环处于较为平衡的状态。清晰的血管说明血液能够顺畅地流动，为身体各个部位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而血管不过于突出，这意味着血压处于正常范围内，没有过高的压力对血管造成过度的负担。高血压是许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如心脏病、中风等，这些疾病都会对寿命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只要血液循环良好，血压稳定，身体的各个器官就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维持正常的功能。研究显示，手背血管清晰且有弹性，可能是心血管健康的反应。根据心血管研究期刊的一项研究，血管壁的柔软度和弹性可以显示出血压是否在健康范围内。当血管弹性较好时，血液可以更顺畅地输送到全身，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等血管疾病会对长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手背血管清晰并具弹性的人，心血管系统往往更健康。3. 星号手背骨骼适中。星号手背的骨骼结构适中，既不过于纤细脆弱，也不过于粗壮畸形。适中的骨骼反映身体的钙代谢平衡和良好的内分泌状态。钙是维持骨骼健康的重要元素。当身体能够有效吸收并利用钙时，骨骼就能保持强壮。内分泌系统的正常运作也对骨骼健康起着关键作用。例如，甲状腺激素和甲状旁腺激素负责调节体内的钙平衡，维持骨骼的强度与密度。一项发表于《内分泌与代谢》期刊的研究显示，钙和维生素 D 的充分摄取与内分泌激素的平衡能显著降低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并有助于增强骨骼密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骨骼适中、结构均衡的手背成为健康的重要指标，并减少骨折等事故的风险。4. 星号手背肌肉有力。星号有力的手臂肌肉可以展现出身体的运动能力以及身体营养状况的好坏。肌肉的力量来源于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并且经常进行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高身体的代谢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同时，充足的营养供应保证了肌肉的生长和修复。所以，长寿的人通常都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的饮食习惯。一项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研究发现，肌肉力量与长寿密切相关。研究显示，手背肌肉有力的人通常运动习惯较佳，身体的代谢率也较高，能够有效地维持健康体重并增强免疫系统。适度的运动不仅可以改善心肺功能，还有助于延缓衰老。该研究指出，经常进行力量训练的人，早死风险降低 20% 以上，表明肌肉力量对长寿具有正面影响。那么，如何改善手背健康，延缓衰老？刘大夫根据赵大伟的情况，还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帮助他更好地改善手背健康，延缓衰老。1. 星号保持均衡饮食。星号尤其是增加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摄入，比如番茄、蓝莓以及深色绿叶蔬菜，不仅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还有助于减少体内自由基，有效延缓皮肤老化过程。2. 星号适度运动。星号特别是针对手部和上肢的练习，可以显著促进血液循环和增强血管弹性，从而保持手部血管健康。3. 星号定期的皮肤保养。星号由于手背的皮肤经常暴露在外界环境中，容易受到紫外线等有害因素的伤害，出门时应该用防晒霜保护手部，避免皮肤过早老化和损伤。4. 星号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星号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这不仅有助于身体的整体恢复，
还能促进新陈代谢，进一步延缓皮肤和血管的老化过程。2. 一个人开始变老，从哪里能看出来？皮肤、皱纹、白发，其实这些都只是表象，并不能真实反映身体衰老的状况。一个人真正变老的表现是从手和脚开始的。俗话说，猪从叶上枯，人从脚上老。美国知名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在他的《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也指出，人真正的衰老是从双脚退化开始的。这或是因为我们手和脚的活动都直接受到大脑的指挥和控制，大脑开始老化会在我们的手和脚中早早地显露出来。2024年5月，《柳叶刀老龄健康》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人体大脑在真正开始老化前，手和脚就会发出信号。研究发现，在老年人中，认知能力的下降与运动能力、步态功能和手部力量的减退往往是衰老过程的标志，身体会提前10年就显现出来。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303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健康数据，进行了9年的跟踪随访。所有参与者至少进行了3次认知和运动功能的年度测量，并在去世后进行了病理评估。研究发现，在许多老年人中，步态和手部力量的平均衰退比认知衰退提早10年显现出来。具体而言，步态功能和手部力量会在死亡前的15年内开始下降，而大脑认知功能的明显下降则是在临近死亡前的最后几年显现出来的。手脚的运动功能衰退不仅仅意味着大脑和身体变老，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平衡感、身体协调性和行动能力。3. 如何延缓衰老？锻炼好手和脚。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让我们知道，早期识别手部力量、运动能力的下降，可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积极地介入和改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衰退的发生。1. 要多练练手劲。一个人手有劲很重要，尤其是在中老年人中，手劲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不仅能反映肌肉强度，也能反映出疾病死亡风险。而手劲握力的来源主要是前臂，而不是手掌或手指。除了使用握力器、握力球、哑铃等器械来练习握力外，生活中一些小方法也有助我们改善握力。1. 练一练书法。对于上了年纪或退休在家的人而言，练习书法是一种极佳的锻炼手部力量的方式。当我们拿起毛笔，准备在宣纸上行云流水般书写时，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需要手掌、手指以及前臂等一系列肌肉的协同参与。毛笔不同于普通的书写工具，它需要我们运用恰到好处的力度来控制笔锋的走向、笔画的粗细和轻重。在书写过程中，手部肌肉持续发力，通过不断地调整握笔姿势和力度，手掌和前臂的肌肉得到了有效的锻炼。长期坚持练习书法，不仅能够提高我们的书法技艺，还能显著增强手部的握力，让我们的手劲儿更足。2. 购物拎重物。很多人在逛超市时，总是习惯性地避免提重物，但实际上，这一日常活动完全可以转化为锻炼握力的好机会。当我们手提购物袋，里面装满了生活用品时，手部和前臂的肌肉就开始承担起重量，从而得到锻炼。不过，为了更好地训练肌肉，保护关节并防止肌腱拉伤，我们可以使用抓手器辅助。抓手器能够帮助我们更合理地分配力量，
减轻手部和关节的压力，同时让锻炼效果更加显著。在购物过程中，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变换手提重物的方式和力度，增加锻炼的多样性，使手部肌肉得到全面的发展。3. 坐公交抓杆。老年人在乘坐公交车时，也可以巧妙地利用这段时间来锻炼握力，伸出左手或右手抓住头顶横杆，并不时的双手交替。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在不经意间对手部肌肉进行有效的刺激。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会产生颠簸和晃动，此时手部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需要持续发力来紧握横杆。这种动态的锻炼方式能够让手部肌肉在不同的受力情况下得到锻炼，增强其适应能力和力量。而且这种锻炼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充分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4. 做俯卧撑。俯卧撑是一项经典的锻炼方式，它对于增强握力也有着显著的效果。在进行俯卧撑时，双手需要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这就要求手部和前臂的肌肉具备足够的力量。然而，对于一些力量较弱或刚开始锻炼的人来说，标准俯卧撑可能难度较大。此时，我们可以先从跪在地上练习开始，降低难度，逐步适应手部的受力。随着力量的增强，再逐渐过渡到标准俯卧撑。在练习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因姿势不当而造成伤害。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我们可以不断挑战自我，逐步提高手部的握力。5. 掰一掰手腕。经常和家人、朋友练掰手腕，不仅是一种有趣的互动方式，也是锻炼握力的有效途径。在掰手腕的过程中，双方的手部和前臂肌肉会全力对抗，这种对抗性的运动能够激发肌肉的潜能，促使其快速增长力量。此外，引体向上也是一项很好的增加握力的运动。在引体向上时，双手需要紧紧握住横杆，依靠手部和上肢的力量将身体向上拉起。这个过程中，手部肌肉承受着巨大的负荷，从而得到高强度的锻炼。无论是掰手腕还是引体向上，都可以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增进与家人、朋友之间的感情，让锻炼变得更加有趣和有动力。2. 多练健步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日常锻炼身体不用非要去健身房、跑步机，其实健步快走就是最好的运动之一。但平时我们正常走路运动虽然也增加运动量，但运动强度不够，而健步快走通过加快步频进行锻炼，可以更好地达到健身锻炼的目的，延缓腿脚衰老的目的。1. 不要走走停停，一口气完成6000步。有些人觉得日常走路也算走路锻炼了，虽然这样比久坐强，但没有锻炼强度，也没有长时间坚持，达不到锻炼的目的。健步快走最好是一气呵成，走够30至40分钟，保持一定频率，每秒走2步，每天走6000步是比较合适的。想要减肥的人群可以多走几千步，但也不要盲目追求步数，尤其是老年人或身体状态不好者，如果做不到抽出整块时间锻炼，也可在工作间隙分次完成，但每次最好连续走够10分钟以上。2. 别在马路边走，公园才是最佳地点。不少人习惯沿着马路快走，然而这样走可能对于身体反而是一种伤害。医学期刊《柳叶刀》曾刊发一项研究，119名60岁以上志愿者
他们被随机分配繁华的商业区马路与相距不远的公园，分别散步走路2小时。走路结束后，研究人员发现，在公园散步的志愿者肺功能改善，动脉血管软化显著，效果持续到散步后26小时。而沿马路散步者肺功能改善微弱，动脉硬化状况甚至恶化。理想场所应该是草地、土地、塑胶跑道，而要避免在水泥地、柏油路等硬地面上走。3. 别上来直接走，走前热身，走后拉伸。很多人忽视了健步快走前的热身，然而不热身，不仅会因为暂时缺乏关节液而易磨损关节，而且身体关节没打开，活动受限，锻炼效果也不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梅2019年在《健康时报》刊文提醒，健走前应适度拉伸，足部有些发热时开始加快速度，想休息的时候也不要急刹车，停下来之前就应该放缓速度。4. 步伐不要过大，小步为宜，循序渐进。很多人觉得健步快走就是要大步前行，但这样走路容易拉伤大腿内侧的韧带，另外，对膝关节不好的人来说，会加重关节损伤。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教授李庆文2014年在《健康时报》刊文介绍，健步走以小步为宜。有的人第一天就走得飞快，超过负荷，会伤到膝盖和小腿，产生疼痛。5. 走路不要低头，抬头挺胸收腹是最佳。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梅2019年在《健康时报》刊文提醒，健步走应该身体端正，颈椎、脊椎成一条直线，眼睛直视前方，注意肩膀放松，不要保持一种姿势，以免肩颈不适。同时，健走时要注意收小腹，然后随着运动的频率慢慢舒展，一收一舒之间能很好的锻炼腹部肌肉。2023版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中建议，走路时腰背挺直，颈肩放松，轻轻收腹，下颌微微内收，双眼平视前方，使耳朵、肩膀和臀部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双臂以肩关节为轴，前后自然摆动，最好做到前不过肩，后不过腰。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启发。如果对你有帮助，不要忘记点赞，开启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期待与您再次相遇。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黄大爷刚在酒馆坐下，耳朵就被隔壁桌的谈话给吸引住了。你听说了吗？寿命长短能从脚上看出来。医生说，寿命长的人脚部都有4个特征呢。脚能看出寿命吗？黄大爷心里泛起了嘀咕，这话可真稀奇。他今年65岁了，腿脚还算利索，平时走个2-3公里都不成问题，可这脚还能看出寿命长短，听起来有点玄乎。黄大爷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心想自己的脚是不是也藏着什么秘密呢？要不找人问问。等到了医院，医生给黄大爷做心电图，黄大爷觉得机不可失，赶忙问道：医生，我最近听人说寿命长短能从脚上看出来，您说这话是真的吗？我老了以后脚还能看出我能活多久？医生摘下手套，淡定地回答道：其实这话有一定道理，脚是人体的第2心脏，因为脚部的健康状况往往能够反映出身体整体的血液循环和代谢情况。寿命长的人，脚部确实会表现出一些健康的特征。今天我就给您讲讲这些特征都是什么，
医生首先提到第一个特征是脚暖，寿命长的人脚部往往比较温暖，这是因为血液循环良好，脚部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经常感觉脚冷，特别是在天气不冷的情况下脚也总是冰凉，那就要警惕了，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黄大爷一听，赶紧低头摸了摸自己的脚，说：我有时候睡觉脚确实有点凉，不过好像平时没什么问题，这是不是说明我血液循环还行啊？医生点点头，继续解释道：是的，偶尔脚凉可能和天气或者疲劳有关，但如果长期脚凉，那就可能说明血液流通不畅，特别是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早期信号。寿命的长短看脚就能知道。医生说，寿命长的人脚部都有这4个特征。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研究表明，在寿命较长的老年人中，大多数人的脚部温度较为恒定，即使在寒冷天气里，脚部也能保持温暖。为了让黄大爷更明白，医生还引用了一个研究数据。根据一项针对长寿老年人的研究，超过 80% 的长寿老人报告，他们的脚部感觉温暖，不会因为气温变化大幅波动。这说明脚部的温暖感和寿命之间有着一定的关联。黄大爷听完，心里稍微松了口气，想着自己平时脚还不算太冷，应该没啥大问题。医生接着说，第2个特征是脚趾灵活，寿命长的人往往腿脚灵便，脚趾的活动度也很好。脚趾是我们平衡和行动的重要部分，如果一个人的脚趾能自如地活动，说明腿脚的健康状况良好，关节和肌肉的衰退较慢。黄大爷赶紧活动了下自己的脚趾，心想，我这脚趾倒是挺灵活，那是不是说明我还能多活几年？为了增加说服力，医生还引用了一项研究数据。一项对长寿人群的调查显示，那些脚趾活动自如的老年人，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更强，寿命也相对更长。因此，保持脚趾的灵活性是保持长寿的一个关键。黄大爷听完暗自得意，心想，看来自己平时多走走路还是有好处的，脚趾还能这么灵活，以后的多注意锻炼。医生继续讲到第3个特征是脚底的皮肤光滑。一般来说，寿命长的人脚底皮肤往往很健康，很光滑。黄大爷赶紧脱下鞋子，仔细看了看自己脚底，说，我的脚底皮肤还算光滑，偶尔有点干裂，但也没啥大问题吧？医生点点头，解释道，如果脚底偶尔有些干裂，可能和穿鞋、皮肤干燥有关，但如果出现长期的伤口不愈合，脚底皮肤变得特别粗糙，那就要警惕了。为了让黄大爷更清楚，医生引用了一项研究数据。在一项针对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那些能够保持血糖稳定的人群，他们的脚底皮肤损伤情况明显比血糖波动大的人少。黄大爷点了点头，心想，看来以后的多注意脚底皮肤，尤其是的防止干裂的情况恶化。医生最后说道，第4个特征是脚底有力，寿命长的人脚底的肌肉力量通常比较好，这说明全身的肌肉状态也比较健康。脚底的力量直接影响到行走和站立的稳定性，如果脚底无力，容易跌倒或者走路不稳，说明身体整体的肌肉正在退化。黄大爷一听，赶紧站起来，原地点了点脚，说，我脚底劲儿还可以，走路也挺稳的，这是不是也说明我身体还算结实？医生笑了笑，点头说道，是的，
脚底的力量可以反映出全身肌肉的健康状况，特别是老年人，如果能够保持脚底有力，说明身体的肌肉衰退较慢，活动能力强，生活质量也会更高。为了增加说服力，医生引用了一项长寿研究，在长寿老人中，超过 70% 的人在80岁后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行走能力和脚底力量，这表明脚底力量是保持长寿和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黄大爷听完心里踏实了不少，心想，看来以后的多注意锻炼脚底的力量，保持身体的灵活性。此时他已经彻底被吸引住了，连忙追问，那是不是只要我的脚底有这几个特征就能活得更久呢？医生笑着摇了摇头，说，当然不只是这样就可以，脚底的这些特征确实能够反映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但长寿还是要看整体的生活方式，比如饮食、运动、心理健康等等。医生继续说道，不过呀，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点，这个你肯定没听说过，脚底的放松度。你可能觉得奇怪，脚底怎么会有放松度这种说法？其实脚底的放松度和一个人的心态、精神状态是紧密相关的。你看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紧张的或者焦虑的状态下，他的脚底肌肉就会不自觉地紧绷僵硬。然而一个长期保持乐观、心态平和的人，他的生活质量也会更高，他的脚底肌肉往往是松弛的、有弹性的。这样的人血液循环更好，代谢更顺畅，抵抗力也强。这就是为什么说长寿的秘诀之一，竟然在脚底的放松度上。您是说想要长寿，就得学会让脚底放松？医生微微点头，笑着说道，你说得对，别小看了脚底的放松度。有一项国外研究追踪了3000人的健康状况，结果显示，那些脚底经常放松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足足低了 40%。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脚底的放松度确实能显著减少心血管问题的风险，所以有空的时候不妨多做做脚底按摩，或者练习一些舒缓的脚部拉伸动作。这不仅能让脚底放松，还能带动全身的放松，真是好处多多。黄大爷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心里还有些疑惑，说，那是不是说长寿的人就没有脚底问题了？医生微微一笑，解释道，哪有这么绝对，长寿的人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只是他们更懂得如何调节自己，保持脚底的健康状态。就像我之前说的，脚底的厚度、温度、颜色和放松度，这些都只是一个参考，真正的长寿还需要从整体的生活方式着手。黄大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忽然想到另一个问题，说，医生，如果我平时脚底总是感觉有点疼痛，这会不会也跟寿命有关系？医生皱了皱眉头，认真地回答道，脚底部疼痛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鞋不合适，也可能是因为走路姿势不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有轻微的筋膜炎或者骨刺之类的小毛病。不过如果你平时经常感到脚底疼痛，而且症状持续较久，有时间还是得来医院做个检查，别忘了，健康问题可是马虎不得的。说完，医生又翻开了手中的病历，补充道，在我以前的病历中，就有不少患者因为忽视了脚底的小问题，结果发展成了更严重的健康问题。所以我的建议是，保持乐观的心态，放松你的脚底，同时注意脚底健康状况的变化，及时就医。做到这些，你就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医生还特别提醒道，保持脚部健康的关键在于日常的护理和锻炼，比如多走路、做脚趾操，保持血糖稳定，
才能真正延长寿命，提升生活质量。医生的话让黄大爷彻底明白，脚底健康不仅是寿命的一个微妙反应，更是生活习惯、心理状态和身体健康的综合体现。保持脚底温暖、灵活有力，并学会让脚底放松，不仅有助于延长寿命，还能提升生活质量。长寿并非靠单一的健康秘诀，而在于全方位的生活方式调整。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健康的心态，再加上细致的脚部护理，这些都是保持长寿的关键所在。正如医生所说，我们不仅要走得稳，更要走得远。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关注自己的脚部健康，让它成为您健康生活的忠实伙伴。人们常说，面色可以反映身体健康状况，而脚作为肢体末端，同样可以反映出很多疾病。尤其在老年人群中，由于卧床、弯腰不便等原因，往往忽视了对脚的关注，进而耽误了疾病的早期诊治。有专家提出，脚是真正能反映老人身体状况的部位，医生在给老人看病时都应看看脚。下面列举一些脚部常见症状以及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疾病。一、足部水肿。老年人脚部水肿很常见，大部分人以为是走路过多导致，其实也可能是心功能不全导致体循环淤血，或肾功能不全导致体内液体不能通过肾脏排出，进而引发的水肿。而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营养不良等导致的低蛋白血症，引起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也会造成脚面及其他部位水肿。少见的脚肿病因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结缔组织病、下肢血栓等。在老年群体中，特别容易忽视药物引起的水肿，最常见的是钙离子拮抗剂类降压药。二、足部溃疡，一般多见于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人的脚特别容易发生血管和神经病变，轻微的外伤也能迅速导致溃疡、感染和坏疽。另外，老年人往往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吸烟、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的情况下，少数人可能出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长期患病可能引发肢体缺血、缺氧，同样可导致足部溃疡、足部皮肤温度低。如果出现足部皮肤温度低、足背动脉搏动微弱，尤其在不对称出现的情况下，要警惕血栓发生的可能，少见原因可能为雷诺病等。三、足部皮肤温度低。如果出现足部皮肤温度低、足背动脉搏动微弱，尤其在不对称出现的情况下，要警惕血栓发生的可能，少见原因可能为雷诺病等。四、足部疼痛，其原因根据疼痛部位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足跟痛可能因足底筋膜炎、脂肪垫炎引起，足跟上方痛可能与跟腱炎、跟骨滑囊炎、跟骨高压症有关，脚趾痛可能由痛风、母外翻导致，足背痛则可能是距周关节炎、指腹关节损伤。其余常见原因还有甲沟炎、糖尿病周围神经痛、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静息痛。五、足部变形，可能与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痛风患者往往因出现痛风时而导致足部变形。类风湿性关节炎导致关节变形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无菌性炎症引起关节骨损坏。此外，早期滑膜炎没有得到有效治疗，或病变持续进展，炎症造成软骨及软骨下的骨质受到破坏。
也会引发关节畸形和功能障碍。6. 脚后跟开裂，老年人身体容易缺水，而皮肤的弹性蛋白也会减少，变得更加脆弱。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出现脚后跟变硬、开裂或出现伤口的情况。身体超重、肥胖是加重这种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这种问题虽然不会严重影响健康，但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改善预防办法，含有角质溶解剂的一些霜膏有助于使坚硬的表层脱落，去除死皮。注意保湿，涂抹保湿的乳液能够有助于滋润皮肤，避免脚后跟开裂进一步加重。如果脚后跟出现了红肿的症状，可能是由于开裂引起了感染的问题，请咨询医生进行及时的治疗。7. 痛风，痛风在中老年男性中最为常见，一些绝经期的女性出现痛风的几率也会进一步增加。导致痛风的根本原因是体内尿酸代谢失衡，血液中尿酸浓度过高，尿酸盐结晶逐步析出，在关节部位形成结晶，进而引发关节部位的炎性反应所致。痛风最常见的发作部位就是脚部拇指的直指关节。痛风发作时，剧痛难忍，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虽然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治疗，疼痛会逐渐减轻并缓解，但痛风通常很难被治愈，如果不注意控制，会经常反复发作。改善预防办法，积极对高尿酸进行控制，是减少痛风发作风险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清淡饮食，减少嘌呤的过量摄入，控制饮酒、多喝水等都有助于加强高尿酸的控制。对于尿酸水平严重超标、痛风反复发作的患者，通常需要药物治疗来控制尿酸水平。除此之外，注意避免过度疲劳、受凉、外伤等，也是减少痛风发作的重要方面。上述多是慢性疾病，因此老年人的家属或照护者日常应特别关注其脚部状况。出现以上任何症状，建议尽早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早日开展原发病的诊治工作。只有在原发病治疗效果显著的基础上，相关足部症状才能很快好转，比如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不全引起的水肿，主要是改善脏器功能不全，而不是单纯的消肿。对于糖尿病足部溃疡患者，如果血糖控制不佳，伤口就不可能快速愈合，出现血栓性疾病、抗凝，介入治疗才是关键。慢病在养，早期的预防及脚部护理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晚期并发症的发生，在缓解症状上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 选取大小合适的鞋，以及松紧适宜的袜子。过紧的鞋或袜子可能导致足部血液循环不畅，甚至缺血、缺氧，从而加重水肿症状。2. 不同的疾病，其足部护理方式也不同，比如下肢及足部按摩对改善下肢血液供应有很好的帮助，但血栓性疾病则必须禁止按摩，否则会增加血栓脱落的风险。3. 建议足部皮肤干裂者每天涂抹润肤剂，平日注意足部保暖，修剪指甲时避免伤及甲床，以防引起甲沟炎等。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对你有帮助，不要忘记点赞、开启小铃铛，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期待与您再次相遇。